妹妹自愿贴钱当小四，姨娘恋爱脑花嫁妆养外室，亲爹忠君爱国却被诬陷贪污3000万，最后全家流放北境，一个个都冻成小雪人冰棍。我穿过来以后，看着这里的冰天雪地笑了，东北人的王炸开局啊！我睁开眼以后，听到身边全是哭声，一群穿着古装的女人在屋里哭，我脑子嗡嗡的，记忆一股脑砸进来。现在这人也叫苏婉，苏家大小姐，爹是朝廷3品御史，被政敌诬陷贪污，圣旨刚下来，苏家全家都要流放到北境。我这是穿进刚看的短剧里了。但我不光不怕，嘴角还差点咧到耳后根。我穿越以前可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姑娘，那块的苦寒我一点也不怕。我爹皱起眉头，婉儿，那北境远在天边，咱们这一去，怕是要把命丢在路上。听说那地方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冬天能冻掉耳朵，咱们可怎么活啊？我拍了拍我娘的手背，慌啥？不就是去东北吗？有我在，冻不着也饿不着你们。一家人都愣住了。婉儿，你是不是吓傻了？娘，东北那地方冷是冷，但只要肯干活，绝对饿不死。咱现在别瞎哭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事已至此，听天由命吧。家里人开始收拾棉服，我却直接跑到后院，逮着大鹅的屁股猛薅，追得满院子嗷嗷叫。母亲看着我，眼泪流了下来。好好的闺女，怎么就疯了？我一脚踢开大鹅，嘿嘿直笑。娘，我好着呢，这东西可比棉服好多了。我掏空棉服里的棉花，把羽绒都塞进去，连着做了好几件羽绒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全家就出发了。京城里的亲戚没人敢送，我那嫁给侯府的妹妹苏柔也没露面，听说早就跟我们划清界限了，越往北越冷。可全家穿着我的羽绒服，一点也没冻着，爹娘十分惊奇。这衣服居然比棉花还暖和。走了整整3个月，我们终于到了北境。放眼望去，房屋稀稀拉拉，全是低矮的土坯房。爹娘唉声叹气，我倒觉得亲切。这地方跟我老家早年的村子没啥两样，就是更穷也更破点。官差带着我们进了分配的院子，这院子四面漏风。我娘望着这景象，眼圈一红，全完了，这地方的冬天可怎么过呀？爹妈，别愁了，这院子不错，够大，咱先收拾屋子，明天直接上山。必须带你们见识见识俺们东北的特产。安顿下来的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把一家人喊起来，都别懒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我上山。上山干什么？山里连路都没有，多危险啊！是啊，婉儿，我们初来乍到，就别惹事了。我对着爹娘笑了笑，直接拿起墙角的就镰刀往腰间一别。怕啥？山里有野味野菜，还有乌拉草，全是宝贝。趁着现在雪没封死路，赶紧备点吃的用的过冬，不然大雪一封山，咱就得饿死在这破屋里。我爹娘看我态度坚决，也知道我说的在理，只能咬咬牙跟上我。我熟门熟路的找乌拉草，这玩意儿晒干了垫鞋里，保暖又吸汗，是东北冬天防冻疮的神器。爹娘，赶紧薅着草，晒干了以后能做鞋垫，还能铺床，贼暖和。我又带着他们找找野菜的踪迹，半天下来不光挖了一筐野菜，还逮着几只野兔子。这山里还真有不少能吃的东西。我得意的扬了扬下巴。那可不，靠山吃山，这地方看着穷，实则遍地是宝。过几天我刚下山往家走，路过隔壁院子，看到他家的大婶向我招手。这大婶姓王，看着十分面善。我跟着大婶进了屋，王大婶给我倒了碗热水。大侄女儿，你们就是刚从京城流放来的苏家吧？我瞅你年纪轻轻，怎么还敢上山？婶子，咱总不能等着挨饿。王婶叹了口气，都不容易啊。我家还有块腊肉，你一会儿拿着带走。我心里一暖，刚要推辞，都是受苦人，帮衬一下是应该的。这地方就得抱团才能活。王大婶说完，从屋后拿出一块腊肉塞我手里。婶子没啥好东西，这块腊肉你拿回去，给你爹娘补补身子，以后有啥难处尽管跟婶子说。这地方虽苦，但这里的人一直都热情淳朴。谢谢婶子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也尽管找我。回到家以后，我躺在床上想念现代。虽然我现在过得还行，但这里处处都没有21世纪方便。最重要的是没有手机刷短剧。这时我突然听到脑子里叮的一声，一个机械音响起。系统绑定成功，检测到户主苏婉，身份产期医生，新手任务帮助北京村民改善生活。我猛了一下以后随即狂喜，金手指终于来了，还是这么实用的助农系统。有了这系统，别说在这活下去，带全村发家致富都不是问题。我每天带着家人上山备粮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我爹娘一开始还不习惯，后来也慢慢跟着上手。我按照老家的法子，把土坯房的墙缝用泥堵死，窗户糊上厚纸，还搭了个火炕，烧上柴火，暖烘烘的。我爹娘第一次睡火炕的时候，舒服的直叹气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住上这么暖和的屋子，婉儿你真有本事。我还教隔壁全村用这法子御寒。
难。一来二去，村民对我们家的态度变得十分热情，各家人经常过来帮我们干点零活。没2个月，冬天就正式来了，大雪没几天就积了半人厚，可村里家家都暖烘烘的，没一个人冻病。村里人常常私下议论，那苏家丫头是个能人啊，懂得可真多，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，脑子真灵。这天雪终于停了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。苏家人在吗？县令大人来看看你们。我听完一愣，县令怎么会来我们一个流放犯家？我打开门，就看见一个穿着官服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，神色温和，没有官架子。李县令笑着开口：本官听说你们一家流放至此，非但没有消沉，反而自力更生，了不起啊！大人过奖了，都是过日子的小本事。外面冷，大人进屋暖和暖和。我端出一盘自己做的粘豆包，大人尝尝粘豆包，刚出锅，热乎的。李县令拿起一个咬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，他一边吃一边和我闲聊。我把东北的生存经验讲给他听，李县令听得连连点头，眼神里满是赞赏。苏婉，你这本事让大家都能安然过冬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大人过奖了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刚送走李县令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新手任务完成，帮助村民改善生活，获得初步认可，奖励塑料布50张。系统提示：最终目标帮助东北成为全国首富地区，宿主完成任务即可返回现代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瞪大眼睛。任务虽然很艰巨，但为了回家，我一定会完成。冬天刚过一半，麻烦就来了。今年秋天收成差，村里家家户户存的粮食都不多，眼瞅着到了深冬，全村的粮食都快见底了，村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王大婶家也不例外，她家粮食早就不够了，天天喝稀粥，好几次都满脸愁容的来我家借粮。再这么下去都不用等开春，咱全村人都得饿死。婉儿，咱存的粮食也不多，要是一直这样，咱也得跟着饿肚子。我倒是一点不慌，反而觉得机会来了。冬天不能种菜，那是他们没见过现代的东西。系统给的塑料布正好能拿来搭大棚，找点竹竿搭个大棚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我拍拍胸脯，自信满满。小事一桩，我让你们冬天也能吃上新鲜菜。一家人听完以后都愣住了。婉儿，你说啥胡话呢？你是不是冻糊涂了？我眼神坚定。爹娘，你们相信我，我肯定能种出青菜。我找了几根竹竿当大棚的材料，然后选了院子里一块向阳的空地开始搭大棚。大棚搭好后，我又从邻居家里要来耐寒的青菜种子，撒进翻好的土里。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。这玩意儿是啥？就盖个布哪能种菜啊？看着挺新鲜，风一吹不就破了？我耐心地和村里人解释，这是大棚，乡亲们等着看吧，绝对能种出来。自从大棚种上菜，我一点都不敢马虎，每天都去查看。大棚里很暖和，温度湿度都刚刚好，种子撒下去没几天就破土而出，冒出了嫩绿的小芽。我爹娘看到菜芽，脸上充满震撼。我娘看着嫩绿的菜芽，激动的声音都抖了。太神奇了！这大冬天的，居然真的能种出青菜！消息很快传开，村里人都惊呆了，纷纷跑到我家大棚前，扒着塑料膜往里看。真发芽了，这也太邪乎了吧！我活了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事儿。震惊过后就是满满的羡慕。你这菜能不能给我家匀点儿？我们愿意拿东西换。这个大棚太厉害了，能不能教教我们？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很清楚，我一个人种菜顶多解决自家的问题，教会全村人大家都能种，才能真正解决全村缺菜的难题，也能让系统任务更快推进。我笑着一口答应，没问题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这菜长好以后我分给大家。搭大棚的法子我也可以教给你们，保证一学就会。村民们一听瞬间欢呼起来。接下来的几天青菜长得飞快，第一批青菜成熟那天，我摘了满满几大筐，分给村里的每一户人家。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。这青菜又嫩又鲜，比夏天种的都好吃。村民们看我的眼神满是敬佩。分完青菜以后，我拿出塑料布教他们搭大棚，村民们都很认真，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开始搭大棚，还推广到了隔壁几个县。李县令听说了这件事，特意赶来，看到村里到处都是大棚，绿油油的青菜长势喜人，顿时大喜过望。苏婉，你真是北境的大功臣，本官佩服。大人灭赞了，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。本官会上报朝廷为你请功，以后你遇到任何困难，尽管找本官
本官一定全力相助。全村都种上了大棚青菜，日子越过越有盼头。我在村里的声望直接拉满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热情打招呼，一口一个丫头，亲切的不行。解决了缺菜的问题，我又开始琢磨着改善生活。我一个现代东北人，别的不敢说，东北家常菜的手艺那是一绝。这段时间系统检测到我的声望值提升，奖励了我一些调料，我决定露一手，做个锅包肉犒劳家人。现代调料对古代人的味觉绝对是降维打击，也顺便请隔壁王大婶过来尝尝，增进邻里感情。没一会儿，一盘外酥里嫩的锅包肉就做好了。我爹看了我好几眼，婉儿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，爹从来都不知道你会这么多。刚把锅包肉端上桌，王大婶就闻着香味过来了。丫头，你做的啥好吃的？这么香！婶子来的正好，我刚做了锅包肉，快进屋尝尝。王大婶进屋坐下，夹了一块锅包肉放进嘴里，刚咬一口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太香了！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王大婶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敬佩。丫头，你这厨艺简直是天下第一！婶子喜欢吃，以后常来。王大婶看着我，突然眼睛一亮。丫头，你厨艺这么好，光在家里做太可惜了。你应该开个菜馆，就凭你这手艺，肯定生意火爆。我心里一动，现在县城里没有啥像样的菜馆，都是一些简陋的小摊子。我要是开个饭店，既能赚钱，还能推进系统任务。王大婶见我心动，立马拉着我的胳膊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我侄子在县城有个空闲的铺面，一直没人租，我跟他说一声。我眼睛一亮，这简直是打瞌睡送枕头。真的吗，婶子？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王大婶豪爽地点点头，拉着我就要走。事不宜迟，我立马跟王大婶去了县城。铺面果然不错，稍微收拾一下就能开业。王大婶的侄子也很爽快，听说我帮着村里盖大棚，当场就答应租给我。苏姑娘，这铺面每月就收你50个铜板，先免你3个月租金，什么时候赚钱再给都可以。解决了铺面的问题，我心情大好，开始规划菜馆。3天后，我的东北风味菜馆正式开张。刚开业就挤满了人，我亲自下厨掌勺做菜，主推小鸡炖蘑菇和酸菜白肉锅。客人吃完以后纷纷夸赞：绝了！这酸爽，这肉香，老夫此生从未吃过如此绝味的佳肴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的菜馆火爆得一塌糊涂，每天从早到晚客人络绎不绝，一周的收入抵得上普通人家1个月。这天菜馆里来了几个穿着华丽的人，他们点了一桌子菜，吃完后直接找到了我。领头的管家态度恭敬：苏姑娘久仰大名，我家老爷是本县的首富，想跟姑娘合作，我们3期分成，把餐馆开到周边县城去，姑娘觉得如何？我点头同意。张家是本县首富，有钱有势，跟他们合作既能拿到大量资金，又能把菜馆开到更多地方，管家大喜过望。苏姑娘果然爽快，当场就签下了合作协议。张家直接拿出一大笔银子作为扩张资金，有了张家的资金和资源，我很快就把菜馆扩大了规模，还在周边2个县城开了分店，每家分店都火爆异常，名声越来越响。不少外地人听说了我的风味菜馆，特意赶来吃饭，我也越来越有信心，把东北搞成最富裕的地方，这样就能早日回家。我爹娘看我经营餐馆这么累，主动提出想帮忙。婉儿，你太辛苦了，我们也没啥事儿，不如跟你学做菜，帮你打下手。我心里一暖，点了点头。那我就教你们做点家常菜。我爹娘都是聪明人，学东西很快，没几天我爹娘就上手了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菜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我也轻松了不少。这天我正在后厨忙活着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宿主产业稳定，具备拓展条件。系统分析该区域生态环境优良，盛产优质野山参，市场微缺，利润巨大。任务发布：开拓人参产业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，可解锁更多系统功能，加速返回现代进度。我刚忙完回到家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王大婶推开门，拿着一封信递给我。丫头，京城来的信，据说是你妹妹苏柔寄来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是那个投靠侯府，跟我们划清界限的好妹妹苏柔，她怎么会突然写信？我拿着苏柔那封信，这个亲妹妹当初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突然来信，能安什么好心？字里行间全是假惺惺的关切，说什么听闻我们流放，日日忧心，夜里都睡不好，还说在侯府日日为我们祈福，盼我们平安。我看得差点笑出声。当初我们被押解出京城那天，她躲在侯府门后，连面都不敢露，现在装出一副至情至性的样子。我把信随手扔在桌上。当初我们落难，她袖手旁观，现在装孝顺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心思。婉儿说的没错，别轻易信他。我点点头。苏柔在京城投靠的侯府，正是当初诬陷我爹贪污的政敌。她在仇人的眼皮子底下装乖，现在来信，说不定是想从我们这儿打听消息。北京看着偏远，可现在我们产业越来越大，难免被人惦记。当天晚上我就把爹娘叫到一起。从明天开始，咱每天早起半个时辰锻炼，身子硬朗点，能自保，也能护着家里的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
我就把爹娘拽起来了，带着他们在院子里跑圈，教他们简单的拉伸动作。一开始爹娘还不适应，可架不住我天天督促，几天下来，他们的精气神明显好了不少。我看着爹娘的变化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可一想到京城的苏柔和那个老奸巨猾的侯爷，心里的警惕半点没松。苏柔在京中装模作样，背地里肯定有新的计划，不知道他下一步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坐在后厨回忆剧情，原主苏家满门流放的推手就是我那个好妹妹苏柔和侯爷。苏柔早就跟侯府暗通款曲，为了嫁入侯府，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她主动伪造了我爹贪污的证据，那些所谓的账本人证，全都是苏柔一手操办的。她把伪证做得天衣无缝，才让我爹百口莫辩，落得个流放的下场。她用全家人的性命换来了自己的锦绣前程，享受着本不该属于她的一切，甚至还对外散播我们苏家最有应得的谣言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最后苏家满门冻死在北境，苏柔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反而在京城活得逍遥自在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的火气就直往上冒，连家人都能出卖，这种人简直冷血到了极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们欠我们苏家的，我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正想着，门口传来动静，居然是苏柔身边的贴身丫鬟春桃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丫鬟来的可真够快的。春桃看到我，慢悠悠地走进来，眼神带着几分不屑。大小姐，我家小姐让我来看你们。春桃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扔在桌上，这里面有2两银子，是我家小姐的一点心意，给你们补贴家用。我看着桌上那2两银子，差点笑出声。苏柔在京城买一只珠钗都不止这个数，这哪是来看望，分明是故意来羞辱我们。苏柔在京城过得挺滋润啊。春桃白了我一眼，我家小姐在侯府好得很，大小姐还是先关心自己吧。抬眼看向春桃，苏柔没别的话要说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这银子你们拿着便是，总比在这苦寒之地受冻挨饿强。春桃这话里的嘲讽意味再明显不过，我嗤笑一声。你家小姐打发乞丐呢，她用苏家的钱讨好侯爷一家，还有脸来跟我们装好心。春桃被我对得说不出话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我懒得跟她废话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别在我这儿碍眼，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春桃还想再说什么，我拿起墙角的镰刀作势要打，直接把她吓跑了。春桃走后，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没完，正想着，我目光无意间扫到春桃刚才站的地方，地上掉了一张小纸片，应该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。我展开一看，瞬间瞪大眼睛，纸片皱巴巴的，上面盖着一个纹路精致的红章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三皇子的印鉴。三皇子就是害苏家全家流放的幕后黑手，我妹妹苏柔依靠的侯府也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而已。我捏住信纸，思考着该怎么对付他们。而春桃灰溜溜的回到京城侯府，一见到苏柔就添油加醋的把事说了一遍。苏柔听完气得脸色发青，眼底闪过一丝阴狠。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以前在京城我样样都比她强，现在流放北境，苏柔本以为我会冻饿而死，没想到我活得好好的。当天下午，苏柔就找到侯爷，把我在北境的事说了一遍。苏家这是在北境笼络人心，恐怕日后会对三皇子不利呀。侯府本来就跟我爹有仇，巴不得我们苏家过得惨一点。侯爷听完苏柔的话，立马点头同意，连夜就进宫跟三皇子禀报。三皇子听完侯爷的禀报，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只当我是个流放边疆的罪臣之女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但他也乐于打压异己，当即大手一挥，下令给北境新增一项人参税，凡是经营人参生意的都要缴纳高额税款，不交就查封店铺。消息很快传到北境，瞬间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我当时正在人参店里盘点货物，就看到李县令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苏姑娘，朝廷下了命令，给咱新增了人参税，税率高达50%。瞬间就猜到是苏柔和三皇子搞的鬼。李县令一脸愁容，这哪是交钱，分明是抢钱！交这么多钱，他们也活不下去了呀！我看着李县令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又想到村里那些靠人参过日子的百姓，心里的火气越来越旺。李县令，这人参税摆明了是故意压榨我们，咱们可以联合百姓一起抵制这人参税。苏姑娘，抵制朝廷的圣旨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我眼神坚定地看着李县令，这是整个北境百姓的事，绝不能坐视不管。李县令，回去我就写奏折上书太子。我把人参税的不合理说得清楚，李县令也心疼百姓和刚起步的产业，犹豫再三，最终咬咬牙同意了。跟百姓们解释完人参税以后，所有人群情激愤，纷纷参与抵制。接下来我和李县令一起组织百姓联名写抵制书，家家户户都签名按手印。我们把抵制书整理好，快马加鞭送往京城，递到了太子的手里。太子本就看不惯三皇子肆意妄为，接到百姓的联名抵制书后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彻查此事。一查才知道，这税根本没有合理的缘由。太子素来仁厚，当即毫不犹豫地下令废除重税，圣旨很快传回北境。百姓们得知消息后，全都欢呼雀跃，看着百姓们开心的样子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脑子里传来一声清脆的提示音：成功带领百姓抵制苛捐杂税，维护地区产业稳定，
声望大幅提升，请再接再厉。我心中大喜，这下发展民生的计划又推进了一步。过了几天，一个儒雅的中年男子找上我。苏婉姑娘，在下是太子殿下的使者，奉命特来北境监督人参税是否顺利废除。我和他打了招呼，心里琢磨这太子对北境还挺上心。使者温和地笑了笑，在下此次前来，还有一事告知姑娘。侯府的苏柔姑娘近日在京城时常提及苏家往事，言语间对姑娘很有意见。我那个妹妹向来喜欢搬弄是非，不足为奇。使者看着我淡然的样子，赞赏地点了点头。苏姑娘沉稳大气，难怪能深得百姓爱戴。太子殿下此次派我前来，还有意想跟姑娘私下谈谈。我心里一动，当即抬手做了个手势，请大人移步屋内。使者坐下后叹了口气，实不相瞒，太子殿下近日查阅旧案时，发现当年令尊贪污一案疑点重重。太子殿下也在关注此事吗？使者点头，表示太子素来公正，最痛恨构陷忠良之事。令尊清廉正直，朝野上下有目共睹，贪污一事根本不合常理。我心里冷笑，何止是不合常理，分明就是三皇子一手策划的。使者看了我一眼，太子殿下嘱咐，若想翻案，得找到确凿证据。太子殿下愿意暗中行助，帮苏家洗刷冤屈。我瞬间明白了太子的意思，他怀疑当年的案子和三皇子有关，可又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想借我的手找到三皇子陷害忠良的证据。我对着使者郑重拱手，使者满意地点点头。苏姑娘深明大义，此事需从长计议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接下来我跟使者聊起北境现状，说起我如何改善当地的民生。使者听得连连点头，眼中满是赞赏。苏姑娘真是个奇女子。我笑了笑，尽我所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罢了。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些蹊跷，自从我开始做生意，就屡屡遭到莫名打架，背后的人似乎跟京城有关。我点到为止，太子手下的人一点就透。使者眼神一沉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看来是那位的手笔，此事我会禀报太子殿下。苏姑娘放心，此事我们会暗中处理。我微微颔首，心中暗喜，矛头引向了侯府和三皇子，接下来就等着太子那边动手了。我心里踏实了不少，有太子撑腰，扳倒三皇子和侯爷就多了几分胜算。我特意挑了些人参膏，准备送给太子使者。使者见我态度诚恳，也就收下了，说回去一定会在太子面前替我美言。我脑子里回忆起太子的形象，之前就听说过太子贤德，是公认的储君人选，而且从使者的话里能听出来，太子对三皇子的野心早有察觉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动手。送走使者后，我发现街头有个鬼鬼祟祟的人，看到我以后就慌张地跑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多心了，可这2天这种人越来越多，今天更是发现了一个尾随我的人，我心里瞬间警惕起来，有人在暗中盯着我，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三皇子的人，而且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我的人参。可人参生意不光是我的产业，更是北境百姓的生计所在。我皱紧眉头，眼神冷了下来，我必须提前做好防备，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我加快脚步回到家，第一时间把爹娘叫到身边。最近一段时间要多加小心，不许任何人私自靠近。爹娘见我神色严肃，也知道事情不简单，连忙点头答应。我又找到平日里跟我关系好的村民，让他们暗中帮我盯着人参铺周围，一旦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库房，立刻告诉我。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些线索，有村民告诉我，有没见过的人一直在库房附近出没，似乎是想进去偷东西。我立刻开始蹲点，在2天后的深夜看到了对方。我顺着脚印一路摸过去，跟着他们绕了2条街，最后停在一间破院门口，门是虚掩的。我踮脚从门缝往里看，墙角蹲着2个人，正压低声音说话，口音一听就是京城那边的。东西藏好了吗？侯爷那边等着回话呢。没问题，过2天就动手。我心中有了计较，看来是侯府和苏柔又要对付我们。我悄悄回了家，和爹娘说了这事。我娘脸色发白，他怎么能这么做？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啊！这丫头心太狠，以后不能信她一点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不到5天，谣言就传开了，不知是谁说我家卖的人参有毒，吃了就会出人命。有人买回去吃以后，当晚就上吐下泻，差点没救回来。本来想进我店里的客人一听这话，吓得扭头就走。这也太吓人了，吃了就死，谁敢买啊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的人参铺子这几天变得十分冷清，几乎看不到人进店里。我立刻叫乡亲去查，第2天他们告诉我，有人趁着早上赶集人多，在街口到处说，而且他们跟县衙的捕快见过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没过多久，几个捕快气势汹汹的过来了，腰上链子晃得哗哗响，领头的捕快往店门口一站。苏婉，有人说你卖有毒人参，奉县衙之命查封你的店铺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看着他们冷笑，捕头，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得拿出证据啊。捕头眼一瞪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给我搜！
到了青崖有你好看。一群捕快听到命令以后直奔库房，我站在原地，心里清楚，看来这帮人早把坑挖好等我跳。不过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有本事就放马过来。捕快冲进仓库，翻箱倒柜，没一会儿就从堆人参的麻袋底下掏出10几根黑乎乎的东西。哼，好你个苏婉，竟敢用伤猴冒充人参，以次充好谋害百姓，人赃并获，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我看着他手里那玩意儿，心里冷笑，商路跟人参长得差老远，正常人眼瞎了才会认错，明摆着是栽赃，捕头伸手就要抓我。跟我回县衙受审。且慢，有人能作证你在诬陷我。话音刚落，隔壁王大叔从外面走了进来。昨天夜里起夜，我正好看到2个人溜进我家后院仓库，偷偷塞东西进去，就是你们几个干的。这话一出，围观的乡亲们瞬间炸了，纷纷指着捕快骂：太缺德了，这是故意陷害啊！捕快们脸色瞬间变了，再敢乱说话，连你一起抓！说着就挥着铁链子冲过来。我刚想上前拦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呵斥：住手！李县令快步走了进来，脸色沉得跟锅底似的，盯着那几个捕快。捕快们一见县令，立马怂了，手都僵在半空。李县令目光扫过地上的伤路，又看向捕头，语气冷得刺骨：说，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那几个捕快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声全跪地上了，抖得跟筛糠一样。捕头哭丧着脸全招了：大人饶命！是京城来的人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栽赃苏婉，毁了他的人参铺子。我心里一点都不意外，果然是苏柔和侯爷的指示。李县令气得一拍大腿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他转头看向我：苏婉，这事儿你想怎么处理？我眯了眯眼，早就想好了对策。大人，我建议上书太子，这可是关乎民生的生意，容不得别人栽赃。李县令点点头：好，我这就写奏折递上去。太子看到李县令的奏折以后，狠狠训斥了侯府，得令侯府3个月不准上朝。解决了栽赃的事，我托合作的张家联系京城的大买家，没几天，张家就带着一个穿着讲究的商人来了，是京城做药材和胭脂生意的大老板。我把他领到人参铺，拿出几支品相最好的野山参，还有我自己研制的人参面霜，都是用东北老方子结合现代思路做的，美白养颜效果绝了。赵老板拿起面闻了闻，又抹了点在手上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好东西，这玩意儿要是卖到京城，绝对畅销。苏姑娘想怎么合作？合作好说，就是有个条件，对外不能提是我研制的，就说是北京地区特产。赵老板立马点头，利润28分成，我拿大头。赵老板有点犹豫，苏姑娘，这分成太少了点儿。这种产品和技术，天下独一份，全天下都找不到第2个能做出来的。赵老板想了想，同意合作了。刚敲定合作，就有乡亲焦急地从外面跑进来。不好了，村里好多人都倒下了，上吐下泻，浑身发冷。我脸色一变，赶紧跟着乡亲回村里。只见村里好多乡亲倒在地上，浑身打哆嗦，有乡亲急哭了：这是啥病啊？大夫看过了都没办法。我赶紧看了看他们的症状，发现是急性肠胃感染，应该是集体吃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古代医疗条件差，这种病搞不好要出人命。我立马冲回家，打开系统空间药房，翻出抗生素和退烧药，又兑了温水，拿着药就往村里跑。我一边给乡亲们喂药，一边用现代急救手法帮他们缓解症状。乡亲们都别慌，我有药，吃了就好了。忙活了整整1天1夜，终于把所有病倒的乡亲都救了回来。看着乡亲们脸色好转，我才松了口气。乡亲们围着我，又是感激又是敬佩。丫头，你真是咱的救命恩人啊！要是没你，全村都完了。我笑着摆摆手，客气啥？以后注意点饮食卫生，别喝生水。这事过后，我在村里的声望更高了，大家更是把我当成主心骨。而京城侯府里，苏柔正陪着一群贵女喝茶聊天，几个贵女凑在一起，讨论着一款新出的人参美容霜。最近有款北京特产的人参霜，我用了几天，效果特别好。特别好用，就是不好买，听说产量不多。苏柔坐在旁边，越听脸色越沉，她知道这东西肯定是我搞出来的。苏柔心里又气又慌，我在北京不仅没死，还越混越好。当天下午，苏柔就找到侯爷。侯爷，苏婉在北京搞人参生意肯定没安好心，您赶紧跟三皇子说一声。可三皇子听完，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一脸不屑。一个流放地的丫头，翻不起什么大浪，不可能和我作对，不用管她。说完，直接把侯爷打发走了。侯爷回到侯府，对苏柔发脾气：“你就知道大惊小怪！三皇子都说了不用管，你瞎掺和什么？”苏柔脸色难看，咬了咬牙：“既然三皇子不管，
那我们不如把他的店抢过来自己赚钱。侯爷眼睛一亮，立马来了精神。好主意！那丫头的产品效果这么好，要是能拿到手里，肯定能赚大钱。俩人一拍即合，当天就派了侯府的管家快马加鞭赶往北境，想直接把我的配方和货源全买下来。几天后，管家带着人到了北境，直接找到我的人参铺子。管家扫了我一眼，语气十分轻蔑：“我代表侯府来跟你谈笔生意。”我一看他那做派，心里瞬间明白，苏柔果然按捺不住，想来抢我的生意。我态度冷淡：“想谈什么？”管家扬了扬下巴，态度居高临下：“侯府想要你的配方和货源，50两卖给我们，并不是抬举。”我心里冷笑，真把我当傻子了，区50两就想白拿我的配方，做梦！我冷冷地看着他，50两就想买配方，他怎么不拿个碗做大马拉儿上？这钱1个月就能凑齐。管家脸色一沉：“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侯府想要你的东西是给你面子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小心在北境待不下去。”吓唬谁呢？北境不是你侯府的地盘，难不成你家侯爷想谋反吗？管家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没想到我这么硬气，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下逐客令：“滚回去告诉苏柔和侯爷，别打我东西的主意，再来骚扰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赶走侯府的人，我心里清楚这是没完。门口传来通报，太子的使者来了，还是上次那个儒雅的中年官员。我赶紧把人迎进屋。大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苏姑娘，太子查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你爹经手的账目确实有问题，里面牵扯到侯府，还有三皇子的手笔。我爹一辈子清廉，不可能贪污，果然是被陷害的。要是你和家人想平返回京，太子愿意帮忙洗刷冤屈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愣了一下，多谢太子体恤，这事我得跟我爹娘商量以后再给大人答复。送走太子使者，我琢磨着回京的事，暂时没做决定，先把北境的事安顿好最重要。没过2天，使者又派人来传话：太子想亲自来北京视察，看看这边的民生，也顺便见见你。我一听乐了，太子要来必须好好招待。欢迎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我一定备好小鸡炖蘑菇，等着殿下过来。当天下午，我去村里采购食材，没几天，太子就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来了北境。我早就带着爹娘在村口迎接，远远看见太子一行人过来，太子眼神温和地看着我们。各位客气了。我把太子领到家里，太子尝了一口小鸡炖蘑菇，眼睛一亮。比宫里御厨做的还香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饭桌上，太子跟我聊起北境的民生，我将自己的成就一一说了。太子听得连连点头，眼神里满是赞赏。就在这时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太子亲临，此人是能助宿主扩大产业、完成终极任务的关键贵人，可借机争取支持。我心里一动，太子就是我要找的靠山，有他帮忙，北境的产业就能越做越大，离回家的目标也更进一步。我看着太子，殿下，有件关于北境民生的事想跟您商量。苏姑娘请讲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我想请殿下帮个忙，给北境的人参产业3年减免赋税，这样我们就能扩大规模，带动更多乡亲赚钱，既能给朝廷交税，也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说完，我看着太子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毕竟求朝廷免税不是小事。太子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里带着欣赏。苏姑娘眼光长远，不仅想着自己赚钱，还想着百姓，实在是难得。我回去就和父皇商量。我一听连忙道谢，多谢太子殿下，我一定带着乡亲们好好干。太子眼神温柔地看着我，苏姑娘不用客气，你为北京百姓做了这么多，而且跟你相处很舒服，你是个难得的好姑娘。我心里一动，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但我只是笑了笑。殿下过奖了，咱还是去看看人参种植园吧，让殿下看看咱北京的宝贝。我带着太子去了后山的人参种植园，太子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点头，眼神里满是佩服。没想到苏姑娘对人参这么了解，真是行家。路上碰到不少乡亲，大家一看太子也不害怕，都热情地打招呼，对我一口一个丫头特别亲近，还一个劲地跟太子夸我。这位公子，苏婉丫头可是俺们的大恩人啊，要不是她，我们现在还挨饿受冻呢。太子看着乡亲们对我这么拥护，脸上带着笑容。苏姑娘民心所向，难得。逛完种植园，太子果然没食言，当场就说回去就下旨，给北境人参产业3年免税，鼓励发展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获得朝廷政策支持，声望大幅提升，解锁抗生素完整生产链，可批量生产抗生素。我瞬间狂喜，能批量生产抗生素，以后乡亲们生病受伤都不怕了。太子在北境待了快1周，天天跟着我到处转。临走前一天，他单独找到我，语气带着一丝试探：苏姑娘，我很欣赏你，
等你苏家平反回京，我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。我心里一愣，说实话，太子正直善良，是个很好的归宿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不属于这个时代。我的目标是完成系统任务，回到我原来的生活。我诚恳地看着太子，多谢殿下的厚爱，但我心里只想带着北京的乡亲们赚钱。太子听完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我明白，是我唐突了。太子没再多说，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明天就回京，平反的事我会尽快安排，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。太子走后，我立马投入到抗生素生产和医管筹备中，系统解锁了完整生产链。我按照配方，带着几个信任的乡亲开始批量生产抗生素，很快就做出了第一批成品。紧接着，我在村里开了一家妇科医馆，还招收了10几个当地年轻女人，教她们现代基础医术和接生技巧，让她们以后能独立看病救人。乡亲们都特别开心，尤其是女人们对我更是感激不尽。太子回京后，立马着手帮我爹平反，派人彻查当年贪污案。真相很快水落石出，原来当年的赈灾款根本不是我爹贪的，是三皇子指使侯爷伪造账目买通人证，把银子全都拿走，用来养私兵扩充势力，证据确凿。太子把这事禀报给皇上，皇上龙颜大怒，当即下旨，三皇子野心勃勃，构陷忠良，贬为庶人；侯爷助纣为虐，贬官3级，侯府封地减半。消息传到北境，我爹娘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这么多年的冤屈终于洗清了。我爹拉着我的手，声音哽咽：婉儿，要不是你，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我笑着说：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都是我们该得的。我开始安排北境的事，把人参产业的日常运作一一交代给乡亲们，生怕我走了之后，乡亲们日子过不好。乡亲们围着我，一个个都舍不得我，眼眶红红的。丫头，我们舍不得你呀！是啊，丫头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你走了我们咋办？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酸酸的。相处这么久，早就有感情了。我拍了拍大家的肩膀，大伙儿别哭了，办完进城的事儿，我肯定还回来，你们好好干。交代完所有事，我带着爹娘踏上了回京的路。是时候找那些诬陷我们的人算账了。一路奔波，终于回到了京城。路上，太子的人告诉爹娘，当初的伪证跟侯府有关系。我爹娘想起早些年嫁到侯府的苏柔，心中有些怀疑。当年的事情不会和苏柔有关吧？他要是真的牵涉此事，那也不用再回家了。当年的事情不会和苏柔有关吧？他要是真的牵涉此事，那也不用再回家了。安顿好爹娘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听我家的人参产品卖得怎么样。一打听，果然卖得特别火爆，北京人参霜成了京城贵女们的最爱。我心里十分满意，看来赵老板的生意做得不错。回到家，我娘拉着我一脸严肃：婉儿，现在咱回京了，苏柔那丫头还在侯府拿着苏家的家产挥霍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娘说的对，苏柔欠我们的必须还回来。我娘深吸一口气，我明天就去找她，跟她算总账。我心里冷笑，苏柔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该还债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爹就接到了圣旨，皇上恢复了他3品御史的官职，继续上朝议事。我爹官复原职，苏家的地位也回来了。京城的官员们都纷纷上门巴结，跟当初流放时的冷清天差地别。我爹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嘴脸，将这群人拒之门外。我忙着打理京城的人参产业，发现最近生意有点不对劲，虽然还是火爆，可暗地里有人搞小动作，低价倾销劣质人参产品，冒充北京特产，还散布谣言说我的产品有问题，想抢我的生意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果然是苏柔搞的鬼。他被侯爷迁怒之后憋了一肚子气，就想靠着抄袭我的配方搞垮我的生意。我把苏柔卖的劣质面霜买回来，又请御医帮忙开了鉴定文书，一切准备妥当。我选了京城人最多的日子，在我的铺子门口搭好台，当场把苏柔卖的劣质产品拆开，和我这里正宗的人参面霜摆在一起对比，又贴出御医开的鉴定文书。看热闹的百姓越聚越多，看完对比都骂苏柔黑心，卖这种害人的东西。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买过苏柔人参产品的贵女们更是气得不行，纷纷找上门要求苏柔退钱赔偿。苏柔忙得焦头烂额，这段时间都不敢出门。过了几天，我娘带着几个下人直接去了侯府找苏柔要嫁妆。苏柔听说我娘来了，心里有点慌，但还是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，出来迎接我娘，假惺惺的去抓我娘的手。娘，你回来了，快进屋坐，女儿好想您啊。我娘眼神冰冷的看着她，闲话少说，我是来要嫁妆的。当初我们一家流放北境，你拿走苏家家产补贴侯府，现在赶紧把银子还给我。苏柔脸色瞬间变了，开始支支吾吾。娘，当初家里落难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嫁妆都拿去补贴侯府日常开销了，现在拿不出来啊。我娘早就料到她会这么说，冷笑一声：你拿苏家的东西讨好侯府，现在还有脸赖账？我给你5天时间，
把嫁妆银子一分不少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去大理寺报官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娘从侯府回来，把跟苏柔的对话跟我说了一遍。我点点头，娘做得好，就得这么硬气，别给他留任何余地。我爹官复原职后，也开始彻查当年的案子，越查越心惊，所有证据都指向苏柔。当年我爹被陷害，不光是侯爷和三皇子，苏柔也脱不了干系。她为了嫁入侯府，不惜出卖全家伪造证据，把我爹推上绝路。我爹拿着查到的证据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真是没想到，我养出这么个女儿，为了荣华富贵，连亲生爹娘都能出卖。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是这么个白眼狼？害我们全家流放，他倒在侯府逍遥快活。全家人对苏柔彻底失望了，她不配当苏家的女儿，不配当我们的亲人。5天时间很快就到了，苏柔根本拿不出那么多嫁妆银子，她早就把嫁妆全都补贴给侯府了，侯府也不会给她。苏柔走投无路，只能厚着脸皮上门找我求情，脸上带着泪痕，可怜巴巴地站在我家门口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宽限我几天吧。我真的拿不出银子，求你别让娘去大理寺告我。看着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我一点都不同情，只觉得恶心。我冷漠地看着他。苏柔，你别跟我装可怜。当初你害我们流放北京，差点冻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可怜我们？你拿我娘嫁妆讨好侯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苏柔被我对得说不出话，哭得特别委屈。姐姐，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，我在侯府过得也不容易啊。老夫人天天刁难我，侯爷也不疼我，我只能拿嫁妆讨好他们，不然我在侯府根本活不下去。他一边哭一边诉苦，说自己在侯府受了多少委屈，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一样。我看着他心里冷笑，演技真好，不去演戏可惜了。我直接打断他，语气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我不想听。你在侯府过得不容易，是你自己选的路，什么样都是你活该。银子你必须还，1分都不能少。5天之内拿不出来，我们就去报官。还钱还是坐牢自己选。苏柔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知道自己一点求情的机会都没有。她咬着嘴唇，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还的。说完，他失魂落魄地转身走了，背影落寞又狼狈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没有一丝怜悯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当初他欠我们的，现在必须一点一点还回来。苏柔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回侯府，硬着头皮去找侯府老夫人，想把当初送出去的嫁妆要回来。他小心翼翼地跟老夫人开口，话还没说完，老夫人就脸色一沉，当场发作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当初是你主动把嫁妆送来讨好我，现在苏家平反了，你就想拿回去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哼！你嫁到我们侯府，你的东西就是侯府的东西，别想往回拿。”旁边的嬷嬷也跟着嘲讽：“小家子气，当初送来的时候那么大方，现在又往回要，果真是流放犯的女儿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”苏柔被骂得颜面尽失，又气又委屈，可又不敢反驳，软磨硬泡了好几天，侯府才勉强拿出一部分嫁妆，剩下的被侯府扣下了，说算是他在侯府这些年的开销。苏柔没办法，只能拿着这点嫁妆，又掏出自己这些年攒的私房钱，才凑了一部分银子送到家。我娘拿到银子，气得直骂侯府，肯定被侯府扣了不少，真是便宜他们了。我安慰我娘，现在先拿回来一部分，剩下的迟早让他们加倍还回来。解决了苏柔的事，我把精力放在人参产业上，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人参产品专卖铺，一开业就火爆京城，贵女们挤破头都要买，生意好的不得了。附近几家卖普通中药材的铺子看着我生意这么好，抢了他们的客源，心里嫉妒的不行。他们带着一群人堵在我铺子门口，大声嚷嚷我卖这么贵是坑人。我听到动静，从里面走出来看着他们，我卖的是不是假货，大家心里有数，不是你们几句污蔑就能抹黑的。价格贵是因为成本高，有本事你们也做出这么好的产品来，别只会背后搞小动作。我一番话说得他们哑口无言，围观的百姓也纷纷指责他们，人家的东西就是好，我们都用过，别在这造谣，滚出去！那几个药材老板被骂得抬不起头，灰溜溜的带着人走了，赶走闹事的药材老板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背后肯定和三皇子有关系。我顺着线索一查，带头闹事的那个药材老板就是三皇子的远房亲戚，专门帮三皇子打压我的产业。查到证据后，我直接把这事禀报给太子。太子听完勃然大怒，三皇子越来越过分了，被贬为庶人还敢搞小动作。太子立马下令彻查三皇子及其党羽，把造谣生事的商人全部抓起来，依法严惩，并将三皇子流放到封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太子办事雷厉风行，
没几天就把三皇子的党羽一网打尽，解决了这个大麻烦。我的人参产业在京城彻底没了对手，一家独大，风靡整个京城，甚至其他县的人都特意京城买我的人参。苏家也跟着风光无限，我爹官复原职，受人敬重，我成了京城有名的富商能人，谁都不敢小看苏家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关于苏柔和侯府的最新消息传到了我耳朵里，太子将当年的贪污案件查得一清二楚，侯府当年构陷我爹，还暗中跟敌国勾结，证据确凿。皇上龙颜大怒，当即下旨将侯府抄家，所有男丁全部关进天牢，等候发落，女眷贬为庶人，流放边疆，抄没的家产一部分送给苏家做补偿。侯府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从高高在上的官眷变成阶下囚。苏柔作为侯府的儿媳也被抓进天牢，审讯的时候，她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，把所有事情都招了。是我伪造的证据，我父亲他是无辜的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！他以为这样就能从轻发落，可皇上极其痛恨这种不忠不孝的人。得知苏柔的所作所为后，皇帝直接下旨将苏柔贬为庶人，从苏家的家谱上彻底除名，从此跟苏家再无半点关系。天牢里的苏柔听到这个消息彻底崩溃了，她没想到自己最后会众叛亲离，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。而我娘得知苏柔的下场后，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为她说过一句求情的话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自作自受，跟我们没关系。父亲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也只是摇摇头，他不配当苏家的人。苏柔被苏家除名，侯府倒台，他成了无家可归的罪人。后来他被从牢里放出来，但他已经被贬为庶人，闲杂一无所有。京城的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没人愿意收留他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苏柔内心羞愧难当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他自请进入京城郊外的尼姑庵，披发为尼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了却残生，一辈子都要在孤寂和忏悔中度过。这个结局也算是罪有应得。得知苏柔去了尼姑庵，我爹娘没有表现出任何波澜，大仇得报，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苏家的冤屈也洗清。现在我可以安心的准备做自己的事，完成系统任务回现代，我了结所有恩怨，京城的事也都安顿好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北境的乡亲们，还有系统的终极任务，把东北打造成全国最富裕的地区。我托我爹上书太子，希望朝廷能推行惠农政策，大力扶持北境地区发展，帮助北境的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太子看完奏折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很快就下旨在北境全面推行惠农政策，大力扶持当地产业。处理完正事，太子还是没放弃我，再次向我表明心意，希望我能嫁给他，做太子妃，以后母仪天下，享尽荣华富贵。但我还是坚定地拒绝了。我诚恳又坚定地看着太子，多谢殿下一直以来的厚爱，但我不属于这里，我只想完成我的事。太子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惋惜，但也知道我心意已决，不再勉强。几天后，我告别爹娘，独自回到了北境。乡亲们看到我回来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阿头，你可回来了！这段时间北境发展的可好了，大伙儿都想死你了。我对着乡亲们露出笑。乡亲们，我回来了。重新回到北境以后，我带着我乡亲们大力发展人参产业，扩大种植规模，又拓展销路，把北境人参卖到全国各地。同时，我继续推广现代医术，扩大医馆规模，招收更多当地人学医，让更多人能看病救人。很快，北境的百姓人人都能吃饱穿暖。不久后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终极任务进度即将完成，可返回现代，倒计时开始。我终于要回家了。我看着身边热情淳朴的乡亲们，看着这片我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土地，心里又有太多不舍。我决定先好好看看这片土地，跟乡亲们告别。我在北京又待了半个月，天天跟乡亲们待在一起，教他们怎么按照我的运行模式维持产业。告别完乡亲们，我回到家，跟爹娘坦白了一切。爹娘，其实我不是原来的苏婉，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要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去了。我以为爹娘会震惊难过，没想到他们听完特别平静。我娘拉着我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从你刚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怀疑你不是原来的婉儿。”我爹也点点头。但后来我们的相处是真心的。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我们的女儿。你为我们苏家和北境做了这么多，我们早就把你去当成亲女儿了。我看着爹娘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，心里十分温暖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我不是苏婉，却一直把我当亲女儿疼。这份亲情是我在这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。我抱着爹娘哭，谢谢你们一直包容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们。傻孩子，回家是好事儿，
我们为你高兴，以后在那边开开心心的。我擦干眼泪，做好了回现代的最后准备。我将随身的信物整理好，把给乡亲们和爹娘留的书信财产都安排妥当，放在了桌上。随后躺到提前备好的榻上，听从系统的指引，放松身体，等待传送。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苏姑娘留步！”睁开眼时，我看到陌生的天花板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哭声：“闺女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妈了！”病人各项体征已经平稳，他昏迷了整整3天，能醒过来是个奇迹。睁开眼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一切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真的回到了原本生活的现代世界。我看着妈妈憔悴的脸，赶紧伸手握住她的手。妈，我醒了，我没事了。爸爸听到动静从外面进来，看到我红了眼眶，转身出去给我买爱吃的东西。等病房里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翻出手机，看着屏幕里自己年轻的脸，心里百感交集。那些在北京的日子都像是一场清晰又遥远的梦。我掏出贴身携带的北京的人参叶，它安安静静躺在我的掌心，提醒我那一切都不是梦。后来我养好身体出院，重新开始了现代的生活。这天我刚从医院下班出来，看到有个男人远远地向我招手，我看到对方的脸吃了一惊。太子殿下，怎么是你？你不继承皇位了吗？跟着你来以前，我就已经把太子之位托付给了二弟，他比我更优秀，只是出身差了一些，他肯定能带着百姓们过上好日子。我点点头，太子看着我，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。后来我养好身体出院，重新开始了现代的生活。这天我刚从医院下班出来，看到有个男人远远地向我招手，我看到对方的脸吃了一惊。太子殿下，怎么是你？你不继承皇位了吗？跟着你来以前，我就已经把太子之位托付给了二弟，他比我更优秀，只是出身差了一些，他肯定能带着百姓们过上好日子。我点点头，太子看着我，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。当初在北京，你用需要回家的借口拒绝了我，现在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不想做什么天下之主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看着他眼里真切的情意，眼眶不知不觉就热了。我看着这个为了我跨越时空的人，所有刻意压下的思念在这一刻尽数决堤。我咬着唇点头，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，轻轻把我拥进怀里。那些在相遇相知的过往，都会变成往后余生里最偏爱的珍藏，从此山水相伴，再不分离。